对待中国不能含情脉脉。钟祖康，出身剑桥大学的历史学家安德鲁·罗伯茨在2003年10月19日英国《每日电讯报》上的专栏痛陈，近来2个事件足以警示西方，尽管前苏联未能像赫鲁晓夫扬言的那样埋葬西方，共产中国却大有可能做到。第一件事是中国首次成功送人上太空，第二件事是汇丰银行刚刚宣布会关闭其在英国境内多地的数据处理及电话转接中心，裁掉4000名员工，将中心迁往生产成本较低、以中国为主的亚洲国家。作者以极其不满和不安的语调说，中国醒来了，以其增长率，其经济规模预料到2025年就超过美国，而且中国仍然相信英语世界的文明是中国在西方帝国主义年代发展落后的元凶，因而仍对之仇恨不已。第二次义和团事件开始了，中国统治者本性残酷，手握230万军队，邻国怕得有理。正如经济学家大都预测那样，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就如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一样。沿海城市拥抱自由市场经济，制造了世界上最具本能色彩的资本主义人类，并称一旦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龙头，世界就会变得非常不同和让人不安，而这看来到本世纪中就会实现。当美国从英国手中接过帝国指挥棒时，起码还是有着同一样的语言、一样的价值观，还有美国是我们在战场上2度考验过的盟友。相反，中国是现世最邪恶的国家之一。国际特赦组织在2003年年报里称，中国政府依然严重侵犯人权，某些方面更变本加厉，继续有成千上万民众由于和平行使自由表达、集会或信仰的权利，从而横遭拘留、囚禁。受害者被施以酷刑、虐待的事件仍然普遍。控制着西藏，2004年国防开支预计增加1成，不断吓唬民主的台湾，一个时而有妄想被迫害妄想狂，时而一派大国气焰的军队，还有维护北韩的核武发展。如此行径，中国世纪实在难以期望和平。作者结语悲叹，对我们来说，这世界若为现代中国政治文化所主导，当无异于丘吉尔警告，纳粹一旦胜利后出现的新黑暗时代，一旦西方文明被中国的共产军国主义所压倒，悲矣。酷评中国史的真相，也许一般中国大陆民众，甚至一般香港人都不会欣赏安德鲁·罗伯茨的坦白，而只会对其露骨的言论反感，觉得这只是一个典型大英主义保守派的门户之见，或是国外有组织反华势力的一员。但从几年来的西方舆论看，这种恐华情绪有增无减，而且从过去无数议论中国的洋人的言论来看，似乎这样对中国较严苛、较露骨的观点才比较经得起考验。反之，那些对中国或中国政权满腔同情、谅解，处处唯恐冒犯中国的论调，则每每错得无影无踪。严苛观点最著名的是18世纪法国思想大家孟德斯鸠，他在其巨著《法的精神》中力陈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会骗人的民族，并从中国人生活艰难与独裁统治解释之，其高论至今盛行不衰，日久弥真。又如100年前的美国来华传教士史密斯，中文名是明恩普，他对中国人性格丑陋面的精确描述，至今还是无出其右。又如当今研究中国的泰斗白鹿旬，半世纪以来对中国问题敢于直言，当世人在大饥荒、文革、五人帮、6·4屠杀中目眩神摇时，他始终渺然不动，不为中国的烟幕所迷惑。对中国严苛而见解独到的洋人中，值得一书的还有《中国饥荒之邦》的作者梅勒瑞。他于20世纪初踏足中国，从事几年救济人道活动后，就能明白一个无数中国人不肯承认、无数外国人不清不楚或不甘宣之于口的事实。尽管不时有人说中国是爱和平的国家，但其实它的内乱跟任何西方国家比较，确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当马克吐温说杂乱的中国人难得一见时，一定没有翻过历史，也没有研究过中国的情况。
马克·吐温大抵曾听过一些什么中国哲学主境之类的东西，他也许就是凭借这种难得的幽默感得享大名。中国人爱和平之说，从来只是理想，按事实而论，从来只是高高置于理论层次，而没有付诸实践。中国各省从来都是时而起乱，反抗中央，叛乱、平乱，史不绝书。中国东征西讨，不亚于任何一个西方列强。汉人在公元前就已凭借武力扩张，扫平异族，统治一片比当时罗马帝国还大的领土。对中国含情脉脉就是大错特错。相比之下，对中国采取温情主义的洋人似乎比较多，原因不难解释。一是洋人生来断断不会跟中国人有先天性的恩怨，也多没有受过中国本土政府的虐待，情况类似那些从想象世界中热爱祖国的海外华侨。二是中国文字与文化跟西洋文字与文化几乎完全相反，加上中国人2000多年来上下一心，将有关中国的知识神秘化、玄学化，更令洋人感到如入迷宫，不敢造次，不敢像鲁迅或笔者那样满怀自信地唾骂中国文化。三是洋人惯于反思，20世纪经启蒙的洋人都每为祖先曾侵略中国而感内疚，努力摆脱所谓欧洲中心主义，因而相当乐于向中国示好，却不管不顾这是自由还是独裁的中国。至于中国汉人有没有为自己侵略无数异族而有同样的反思和内疚，也不是一般洋人感兴趣的方面。要是洋人还要处处从百姓自由水平或统治残酷程度去审视中国，就很不容易满足他们为祖先赎罪的心理需要，向中国示好之心就变得无处落脚。加之在89东欧剧变后出现了和平演变之说，也令人勉为其难与中国交往时找到似是而非的理论依据。在这批对中国含情脉脉的洋人中，有绝顶聪明的德国大哲学家莱布尼茨，他曾经对极具欺骗性的中国文化深深着迷。他不知道中国人的话许多都是出于仪式化说说而已，并不当真，而且连中国人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的文化系统。因此莱布尼茨以为中国文化可有助于挽救西方沉沦中的道德，于是他写道，我们需要来自中国的传教士，建议从中国输入中国文化导师，教育西方人。幸而后来莱布尼茨还是发现了中国文化中越来越多的问题，从而大大减弱了早年对中国的狂热，而他的输入中国文化导师的建议也未见实行。法国文化巨人伏尔泰则是始终执迷不悔的中国迷，他厌恶天主教教会的野蛮和干政，所以看中了彻底世俗近乎反宗教的儒家，以及宗教人士完全不成气候的中国政治。显然他无法想象举国无神的灾难性后果，以及宗教人士和全体平民在中国均属皇帝附庸的万马齐喑的惨象。罗素则以左倾知识分子为志向，处处从反思祖先到中国的罪孽来理解中国。对他个人而言，这是有助于心理健康的活动，但对目力不深的中国人可以是糖衣毒药。至于斯诺、斯特朗和早年的谭若思等一大批甚至曾死力拥护共产中国的人，除了是因为受到左派或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典型理想主义所驱使外，一个很重要而被长期忽略的原因是，这些出身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人根本不可能想象得到世界上会有这样一个那么热衷于弄虚作假和用华美词语狡辩的民族，不相信凡人可以坏到这个地步，尽管他们的知识分子身份每每也令其变成反基督教或无神论。人坏到超乎文明人的想象能力，就很容易大摇大摆地招摇过市，很难受到公义的制裁，然后炮制各种洗脑奇迹，令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从辜鸿铭的排外论到中国可以说不的仇外歪论，依然深得中国大陆人民钟爱的情况，就可知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国情特殊，西方难与匹敌。中国有全球1/5甚至是1/4的人口，是全球唯一一个为了让1成国民富贵，从而可以依法压榨9成国民的国家，也是全球依法践踏工人权益最惨烈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可见的未来，
都大可以依法将生产成本压低到西方国家望尘莫及的水平，也因此才可以在超过3亿人人均年收入低于2000元人民币、1亿人未能温饱的悲惨世界下，花上千亿用于太空研究。这些研究用于政府形象、军事发展或侦测疆独、藏独、台独以及异见人士活动，或许大有帮助，但对改善民生、民权则不见得有明显效益。毕竟今天的中国，正如笔者所断言，由于长期受重创，现在只是一个四肢发达但尚在儿童心智阶段的异形巨物。因此今天中国之发达，主要也只是在其军力、总体经济力，而绝不是指全体国民的智力或公民权利，甚至是中国最引以为豪的经济发展，也美属剜肉补疮、拆东墙补西墙而已。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于2003年即将卸任时，就坦诚在其5年的任期里，农业政策受到了忽略，农民收入成长明显减少了，并极其沉痛地呼吁要为中国大陆的8亿农民做更多的实事。朱镕基上任时说了准备100口棺材，99口给贪官，1口留给自己，但事实是当中许多口是给农民用了。安德鲁·罗伯斯的忧虑恐怕不仅是英国人的忧虑，任何信奉现代文明价值的人都难免感到不安，因为小孩子的玩物应是奶嘴、洋娃娃、假毛毛虫，而不应该是会杀人的真刀真枪。然而我们倒不必惶惶不可终日，人类历史的发展有时不是那么直线的。比如中国的黑死病并没有摧毁欧洲，反而为欧洲的工业革命提供了中国求之不得的上好条件。比如甲午战争令台湾和韩国得以摆脱中国的奴役，最后走上了自由民主之路。又如中国政府过去20年强行收回香港中的所有标榜爱国爱港、维持繁荣稳定的举措，结果都是适得其反，逐步将香港送上死路。中国能否真的以其巨婴的心智当上全球霸主，号令天下，为中国的动物农庄取得 ISO 国际认可，还是不妨谨慎悲观的。原载于2003年11月，开放杂志。